Hello，大家好，每天读经5分钟。今天我们线上呢，一起再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。我们行有品现在读到2/3左右了哈。上一期呢，我们讲到呢，五祖跟六祖慧能告别哈，他有告诉六祖慧能说，让六祖慧能不用急着要弘扬佛法哈，先努力向南方去避难哈，因为会有很多人来追他，要抢他的衣钵哈。那会有3年左右的时间呢，五祖呢会安顿好这些黄梅县东禅寺这边这些徒弟哈，然后呢，所以说这段时间让六祖慧能先避这个风头。那六祖慧能跟五祖告别之后呢，就拼命往南边走。经过了2个月左右呢，来到了大庾岭这个地方。那五祖弘忍这边呢，估计他也是希望让慧能呢有多一点时间，可以呢往南方跑得越远越好哈。所以说，五祖弘忍送六祖慧能过江之后，他是半夜3更传法给六祖慧能，然后呢又亲自送他下山，因为六祖慧能不认识山路，那五祖弘忍又送他渡江嘛。那五祖弘忍回到黄梅县东禅寺之后呢，就好几天呢都没有出来讲课啊，没有出来露面啊，等等。他的徒弟就好奇啦，师父是怎么了呢？生病了吗？还是有什么事情呢？那后来呢，五祖弘忍告诉他们说呢，衣钵已经往南方去了，已经不在我这儿了。那大家才问五祖弘忍，那五祖弘忍就说呢，能者得之哈。神秀和慧能嘛，2个人作诗句呢，后来就是慧能得到了传承。那呢，这也是暗示说慧能就是有能力通过五祖弘忍的作业嘛，他要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呢，来做出一首诗句，并且要能够通过五祖弘忍的印证，能够悟到菩提自性的大义哈。那上一次在禅堂当中呢，经过了五祖为六祖慧能讲《金刚经》嘛，一直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呢，慧能大彻大悟了，他就说：哇，何其自性呢？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哈等等的。好，那所以说，缓兵之计。但是终究还是得告诉大家哈，所以说他就五祖弘忍告诉徒弟们说，六祖慧能已经得到了顿教心法和衣钵的传承，并且已经往南方去了。这时候呢，果然就如同五祖弘忍所预料的一样哈，好几百个人来要抢衣钵。他那个时候就告诉六祖慧能说呢，别急着弘法，因为呢，这个衣钵呢，很多人会来抢，可能会危害到你的生命。果然被他说中了。所以说，五祖弘忍他不只是一个开悟的圣人，他对于这个人情世故也是料事如神，完全就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。这些人就是出作业给你做呢，你也不做，然后呢，等到衣钵传承下去之后，他又要抢衣钵。那来追逐慧能的这一群人当中呢，其中有一个僧人呢，他出家之前是姓陈，名叫慧明，过去曾经是4品的将军哈。那个性呢也是比较粗糙哦，比较不是那么细致哈，就是不是读书人这一种，他是属于武将嘛。武将的话就是书读的比较少，所以他品性方面呢也是比较不是说那样子温文儒雅的这一类的哈。那这个慧明将军呢，他非常的用心呢，在寻访六祖慧能的下落哈。最后呢，在这个数百人都想要来抢衣钵嘛，因为衣钵代表信物，代表第2代祖师的传承。如果抢到衣钵的话，你就能够有相应的名望啊、地位啊等等的东西。最后呢，在这么多人当中，这个慧明将军是第一个找到慧能的，他追到慧能了。那慧能被追到了之后呢，他要躲嘛，他就把衣钵呢扔在这个石头上，然后自己躲到旁边的草丛里面去了。这时候呢，他说啊，
这个衣钵呢，是代表天命传承，代表祖师传承的一个信物。这个信物呢，难道是可以靠蛮力来抢夺的吗？他就把这个衣钵丢在石头上，他就躲起来了哈。这时候呢，哎呦，惠明将军呢，照理讲他以前是武将，对不对？武将的话是不是体格？他没有读书，但是他的体格武力一定是比较好的嘛。没想到惠明将军到了之后呢，看到衣钵在石头上，他要拿，竟然拿不动。这衣钵竟然拿不动，衣钵不就是一个钵啊，就是一件衣服啊，还有一个钵而已吗？他竟然拿不动。这时候呢，他才知道说，哎呦，真的这个祖师心法传承，还有这个信物呢，是不可小觑的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用抢的。这时候呢，他就在这边喊叫，因为他知道慧能一定躲在附近，他就喊说：行者，行者呢，我是为了心法而来的，我是想要请你给我传授一些心法真传，我不是为了抢夺衣钵而来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慧能也相信了他说的话，所以慧能就走出来。然后呢，刚刚他把衣钵丢在石头上嘛，现在他就盘坐在石头上。这个时候惠明将军就很有礼貌了哦，因为他这个衣钵竟然拿不动嘛，拿不动之后，这个事情铁定震撼到他了，他就知道说，六祖慧能是真正是得到这个五祖弘忍的真传，而且他这相当于上天都认可他了。闲话说这个衣钵竟然他拿不动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有礼貌了。他知道说他面对的是一代祖师，不可以失礼哦。更何况他还希望慧能够给他指点心法，所以他更有礼貌了。他就说：“请行者呢，您为我说法。”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内容我们就明天再聊了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，拜拜。